认识我吗？可以啊，挺气派的啊。麻将都是用琥珀的。大人是假的。我是假的？不，大人，琥珀是假的，只是瞧着像。谁送的？内裤。他给咱们8大处各送了一副。大人，咱平时有公务的时候呀，那是绝对不玩。只是近来确实无事，请大人恕罪。外边那些鱼呢？谁送的？什么鱼啊？云梦鱼，就800里加急那个。这小人倒是不太清楚。这是谁管事？这也不知道？哦，怀大人，几位主管都请了假，一个都没来。也是近来无事。怎会无事？一处每日案卷文书，该审阅归档的可都不少。谁来操办？处理的主簿，这些杂事都交由他办理。这人在哪儿？就在侧院，小的这就去叫。不用，我自己去找他。你们呀，接着玩，玩得开心一点。哦，对了，玩差不多了，趁早把外头那些鱼给放了。放久了，鱼就不新鲜了。别动，还真打算接着玩啊？这怎么办呀？这是不知道。有人吗？启田兄，老邓。监察院主簿邓子越见过大人。你认识？嘿嘿，就是。邓子越，正是属下。你认识我？从未见过。那怎么就跪了？回大人话，如今监察院谁人不知王启年王大人常伴您左右。再说了，您这卓尔不群的气质，剑眉星目的样貌，不怒自威的神态，我若再猜不出来，我是不是瞎呀？小云公子，行了，老邓啊，大人现在暂领一处诸般事宜了。当真？当真。天哪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是不是？小范大人如果能来一处，那您坐镇一处的话，那一处这就从此以后就有主心骨了。我真是感觉，如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。行了行了，全是套话，随你是吧？就是。邓子越，站着说话。老邓，起来。那谢过小范大人跟其他大人呢不一样啊。我问你啊，外面那些云梦鱼是谁送的？啊？别告诉我你也不知道。说。回大人，是检书司和兵部联名送的。一筐鱼还能牵扯到兵部？不是兵部，别人也没本事用800里加急把新鲜的云梦鱼送入京都。那检书司呢？此类鲜鱼都是先送往检书司，再由检书司按品序分类，再依次送往皇宫内院和6部各大臣府上。当然，检书司和兵部会留出一份，联名送往一处。都吃了。此鱼异常珍贵，
故此有人吃了，有人卖。卖到哪儿？剑术司。好极了。简书司送来的鱼再卖回简书司，这买卖可真好做，价钱也不低吧？或许是怕浪费呢。那这简书司和兵部干嘛上赶着给咱们送好处啊？你就照实了说。嘿嘿，这屋里边没别人吧？没有啊。啊，那就说。哎，回大人话，其实不光是简书司，其他6部都有礼相送。人缘这么好？你看，一处嘛，咱们一处本来职责就是监察京都百官，自然谁也不愿得罪一处。有了好处，当然也就不会忘了一处。这种好处你们也敢收？不是，他监察的收被监察的好处，何其荒唐！这位公子，息怒，息怒。要说他们，那不收也不行啊，所以这荒唐也算是合情理吧。怎么叫不收也不行？您看，做官嘛，大家都住在京都这片儿，3位大人也都应该清楚，京都百官之间关系本就错综复杂，有如蛛网密布。大的都不用说了，哪怕是衣食住行、吃穿用度这样的小事情，你也绕不开这关系啊。如若不收这礼的话，那就算不肯同流，往后恐怕办任何事情都是举步维艰呐。邓主簿这为官的道理，倒是想得很清楚。一处案卷繁多，这些最近都是你在负责。一直都是。行，一处这边，你多费心。啊，范大人，我只是个主簿，上面还有好多主管呢。已经没了。哎，从今日起，王启年、邓子越协助本提司处理一处大小诸事。大人，那剩余的几位主管，今日不在的，往后就不必在了。回头我跟院里说一声，送到别处做事。快点！你们给我看好了，我范闲，监察院提司代理一处，我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。严冰云，北齐回来的，心有多狠，手有多黑，可想而知吧？换句话说，那是要脸的人吗？你们看这眼神，杀气腾腾。他站在这儿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意思。这样的狠人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？你们懂吗？我们都懂。我再重复一遍啊！从今日起，一处之前主办全部作废。王启年、邓子越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在座诸位，我话讲完，谁赞同谁反对？王主管，邓主管，哎，客气了啊！那个以后大家互相咱们多帮衬啊！哎，大方点儿，大家叫你呢。多帮衬，邓某以后一定尽力尽心办差。我再多问一句啊，各位可还记得当初入监察院所发之誓？第一句是什么？一切为了信我。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切为了生活。当初发的誓都忘了。
一处是做什么的？监察院是做什么的？求吏治清明，保百姓安宁。你们当初的初衷都他妈喂了狗了！我不管你们以前怎么过的，从今天起，不许再这么过。所有的礼不许收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收礼在京都会很难，是吧？人活着哪有不难的？你们出去上街上看看，看看那些百姓，他们都没说难，你们有脸吗？不过诸位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其实还是好说话的。各位要小心，做了错事儿，千万别落在小严的手里，那才是真的惨。我管不着你们一处啊，都是监察院，一切为了庆国。行了，话我也说完了，该办差了。邓子岳，大人，属下应该办什么差呀？刚门口那鱼我也看了，我觉着不新鲜。鱼不新鲜，送来的鱼不新鲜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简书司看不起我们一处，这谁忍得了？邓子岳，属下在。带人把简书司给我封了。大人，恳请大人知道，简书司的戴公公那可是舒贵妃面前的红人呐。我知道，老二他娘嘛，喜欢读书，我见过。那大人是不是再斟酌斟酌？怕什么？听我的，该封就封。就算要封的话，以何罪名啊？一处这么多案卷，简书司就一点过错没有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自然是有。那还等什么？带人去封。大人，我本来就是初来乍到，根本就难以服众，而且我这个职位我压不住简书司啊。那要不辛苦小严公子们带队一趟？一处差事与我何干？都是监察院为国效命。那就有劳小严大人了。我带队去封简书司，那你干嘛去啊？请人啊，戏台都搭好了，总得有个看戏的吧？请谁啊？大罗金仙。范闲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别摔着。哟，快监也回来了。我就说这个人太冷漠，没礼貌。自然是比不过殿下。我也得说说你，来京都这么久了，头回到我这儿。是，确实是我不对。这不，亲自登门，赔礼道歉。这是什么呀？云梦鱼听说过吗？云梦鱼，那可是透骨仙。咱们先喝上2杯，我让人呐蒸上这云梦鱼呢。全程炒遍了，没鱼。心领了，千里送桶水，礼重情更重。是吗？送你了。彼岸，清清。哎，但我知道哪儿有鱼，所以呢？所以咱俩抓鱼去。我跟你去抓鱼。殿下没空。我就说嘛，满京都城里最有趣儿的人就是你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早就说过，京城里别的衙门可以不管，监察院必须侍奉好喽。我说过这话没有？我说过没有？您说过，戴公公，咱们不敢大意，平日里没少打点，这不今儿还送了云梦鱼过去呢，那还让人家一处把咱们给围喽。我们也不知道啊。
哪位主管来的？都没来。领队的说是姓邓，是个主簿。切！起来吧！哎，用的什么罪名啊？就是磕头些菜钱之类的。这算什么罪名啊？来打秋风的吧？要不您能出宫瞧一眼？一个主簿，他也配？你别看监察院在京城里权势滔天的，他这权势谁给的呀？咱们宫里给的。您不去，那边就还封着，这可怎么应对呀？爱封多久封多久。回头啊，跟御膳房说，今天宫里的菜蔬少了一些，尤其是几位贵人爱吃的青菜，没有了。这怎么成啊？上边要是问起来呀，就说一处威风，断了宫里的贡菜，我们检书司官小职微，无力抗争。那地下那边也减菜量了？你来宫里多少年了？这种话你也问得出口？属下知罪。禀戴公公，又什么事儿啊？范闲范大人已经赶去检书司了。你上前说话。范闲范大人已经赶到检书司了。怎么把范闲也惹着了？戴公公做事自有分寸，你下去吧。公公应该去。混账！戴公公做事儿由你来管吗？等，我为什么应该去啊？回公公，赶去检书司的除了范闲，还有二殿下。你说谁？二殿下。公公莫急，我多问了几句。二殿下虽然到了，却只是旁观，并未有怒容，应该不是大事。那就好。咱们检书司依靠的本就是淑妃娘娘，既然二殿下也到了，公公还是露一面的好，绝不能让殿下觉得怠慢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得去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回公公，小的红烛，刚入宫的。在宫里有几年了。行，有个伶俐劲儿。你们都学着点儿。是。你跟我一起去。回公公，小人就不去了。大胆！戴公公的话也敢不听？你一边待着去。为何抗命？宫里得有人守着，检书司那边若出差错，也好应对。怎么应对？自然是寻淑妃娘娘求情。你留下。公公放心。你们都别跟着我。啊，是。哎，小红公公。
我有个事情想让您帮我拿拿主意。诸位前辈都在，我也不敢拿主意，您尽管说就是。御膳房那边还要减菜量吗？戴公公人已经赶过去了，或许就有转机。这时候，咱们这些下面做事的，少一份麻烦，便多一条活路。小红姑姑说的是，都别乱来，咱就一个字儿，等。对，吃饭。老邓，去看一眼人来了没？是。王先生，稍等。咱不敢耽误啊，这里边都等着呢。是，这什么？稍等一下。你看，我早听说啊，王先生这个人智勇双全，可惜我无缘相见。干什么你？这听说王先生是小范大人身边的红人，那么小范大人今天这个局面，他想要一个什么结果呢？戴公公常年给医术送鱼，这情分呢，还是有的，都是举手之劳。但是我们家小范大人可没吃着你的鱼蹄啊！小范大人这不是刚到医处吗？您放心，我这都准备了。行，进去吧。哎，等一等，还有一件事。二殿下怎么也来了？这还有件事儿啊！二殿下在，这事儿那就好办了，对吧？毕竟咱们都是在京都为官嘛，做什么事情还是得守规矩的。明白。走。小范大人吩咐我出来看看，人来了没有？哎，来了。哎，见着有份儿啊！大家赚钱，大家花。啊！老奴拜见殿下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听说你这里有云梦鱼，是，来买2条。殿下开玩笑，回头让人给殿下送府上去。你这办的是官差，可不能不收钱。身为一个皇子，不能假公济私，这道理能明白吧？是，这老奴糊涂了。必安，给银子。不用，我请殿下吃鱼。哎，银子我出。不是这入账。回头我就入账。别回头了，这不有纸有笔吗？现在就记。哎，好。你别记这本上，记这本上。戴公公认不认识老金头啊？谁？老金头，一个卖菜的，欠了不少账。
哎呦，这好像是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了。这老金头如果跟大人有关系，他所欠的账我可以一笔勾销。不用，已经没事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哟，戴公公这字儿不错呀。不敢不敢。哦，跟这账册之前记的是一模一样。这么说来，戴公公都是亲自写啊。身负皇恩，不敢怠慢。那这账册将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，都得问你啊。啊，这个简书司呢，是为宫里办一些杂事儿，账有些细碎。如果大人看不明白的话，我跟您解释。细碎？哎，不是细碎，是大局。简书司就是买点菜，哪有什么大局啊？戴公公，国家兴亡，你们这些太监是不是有责？是吧？咱们庆国刚跟北齐大战一场，也是边军威武，大获全胜。简书司该不该表示？啊，这边军的粮草不归简书司管。哎，大局，往大了想。什么意思呢？简书司是不是庆国的一部分？是。那大战获胜是不是与有荣焉？有。与北齐一战花了不少银子，对吧？对。这大战平定，朝中缺钱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。那咱们庆国人该不该共度难关？该。简书司该不该负责？该。啊？该负什么责呢？国库空虚，到处缺的就是银子。简书司不想着为国解忧，反而变着法子贪钱，这合适吗？不，绝无此事。老奴为人最为老实，平时见着钱我都难受。大人一定是误会了。老实？哎，哼。我们监察院听说过吧？如雷贯耳。我们办案的手段，想必你也知晓一二。贪没贪钱自己知道啊。这账册查下去是什么后果？都缺钱啊，戴公公。简书司就不能担起责任，有难同当吗？范大人，可不可以到后边说话？没事，都自己人。自己人。关于账目的事儿，这里还有一些补充，如果您不明白，可以回去自己看。喂，1000、2000、3000两。哎呀，3000两，还行吧。那话说回来，咱们简书司每天买菜也不容易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大家都是同朝为官，我做人也不能太跋扈，与人为善嘛。是。小范大人真是深谙为官之道。那说起来，简书司问题不大，是我唐突了。不是，应该的，茶也是应该的。误会解释清楚就好。老邓，撤了吧。撤。没热闹看了啊，咱各回各家吧。殿下那鱼你可别忘了啊！我一定给殿下送到府上去。殿下，要不要找人送你回府啊？不用，回头去。好嘞。
一定得去啊！等你消息。哎，这是欠你半年的水果钱。哎，谢谢您还记得，应该的，应该还，应该还啊！哎，今天水果新鲜，再拿点。好，你挑挑。看这个红线啊，你挑。哎，这个红线，哎，就这些吧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受贿啊！这件事儿，我一定会参你。你一个可不够，多找几个一块蹭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这里来一个，不吃。这弹劾这件事儿，归哪个部门管？除了监察院，就是督察院啊。督察院。御史言官，怎么样？关系好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多找几个人一块参我。辛苦您啊，把这个消息给我散出去。别人布陷阱，都是对政敌。你的好，给自己挖坑。拜托了，被参倒了没人救你。把这个，还有那账册、存档、记录，都交给全院长。是。啊，还有这个，如您所料，戴公公给的。都记上。是。那个戴公公根本就不记得老金头，没人记着他。其实我也没见过金茬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忘不掉。老王，若是没人能站出来，他们这些人一辈子就只能忍着、守着。可是谁能站出来呢？谁能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王法？这王法若是总见不着，谁还信呢？你说是不是我矫情？大人，我也想见见这传说中的王法。那就让京都开开眼吧。不是说立志清明吗？说是不收礼，到最后不还是收了？这话谁能在这说呢？闭嘴！
殿下，范闲这是当众受贿一次，确实，他这也不是自个儿把把柄送您手里。殿下若是借此机会发力弹劾，说不定就把他赶下去了。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不参一本。他收检术司的钱，为何要叫上我？殿下的意思是，他故意送出把柄，莫非是认输了，有心投效殿下？换成其他人这么做是没错，可范闲了，我还真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猜不透，才有趣儿。陛下，督察院几名御史联名弹劾范闲范大人。什么罪？弹劾范大人营私舞弊、私收贿赂、骄横枉法。把这个交给工部。等等，把这折子交给范闲。还要小范大人回话吗？不用。让他看看，遵旨。弹劾。监察院提司范闲，当众收取3000两贿赂，是法度于不顾，于大庭广众之下收取银票，胆大妄为，无视庆国法度，实为庆国之害。我等与其势不两立，是为国除奸。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我可真是个王八蛋。看完了，辛苦后宫。瞧您说的，这不是我应该的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来，送一下后宫。范小爷，恕老奴多嘴，再问一句啊，此事小范大人准备如何应对呀？陛下让问的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。按常理说，应该如何应对啊？言官御史都弹劾了，这事说起来可不是小事儿啊。无论如何，小范大人您得上折自辩呐。之后呢，就等陛下圣裁了。那我要是不回应呢？这不符合规矩啊！督察院都弹劾了，您不给个反应，这不是往御史脸上扇嘴巴子吗？不给反应就是扇嘴巴子，那不够吧？哎呦，范大人，我的范小爷，呸！是我老奴多嘴，您可千万别冲动。听说了吗？那个范闲面对弹劾，迟迟不上折自辩呐，岂有此理！真是目中无人呐，置我庆国法度于不顾，将弹劾视若无睹，这厮真是胆大妄为。就是啊，还不下去。你谁呀？我王启年奉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之命，给你们这督察院呀送幅字儿。什么字儿啊？送给哪位？但凡你们弹劾范大人的啊，都可以看看。等会儿，等我走远了，你再看。
范闲派来的。妈！写什么字？什么字啊？这是？哎，快看看。督察院御史参范闲，正是。弹劾的就是简书司带公公那3000两银票的事。谁牵的头？好像是自发的。这范闲当众收了银票，御史那边收到消息也合理。3000两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啊。范闲上个自变折，督察院那帮也不会死追到底。范闲没自辩，他派王启年去了督察院，给参他的御史送了幅字，写的什么？淫淫狂吠，这不是骂咱们吗？这么说，简直太过分了！简直来把我们判了永远！太过分了！参他！对，参他！一定要参他！参他！一定要参他！指着人当狗骂，这是把人往死里得罪啊！年纪太轻，行事狂悖，督察院这次算是被他得罪狠了。这事儿估计没完。殿下，咱们的人，要不然也跟着参一把，凑这热闹干嘛？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啊！是不是井还两说，咱们不下场，全当看戏。所有的御史都在弹劾。是，本来就那么几个，现如今督察院同仇敌忾，正憋着一股劲儿参范闲和公公呢。这是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毕竟那3000两是您给出去的。3000两在京城算个屁呀！这芝麻大点的事儿，还骂人家是狗。哎，那不是我骂的。在督察院看来，范闲跟公公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。我一共跟他见过1次面，我怎么就骂上了我？人家说了，知道的就1次，隐藏未报的天知道有几回。听说督察院放话了，早就怀疑您和范闲狼狈为奸，很可能还拜他做了干爹。胡说！我几岁，他几岁，怎么就拜干爹了呢？公公，事到如今就别争年龄大小。我跟你说，范闲真是疯了。督察院那帮将种死都不怕，就怕丢名声。他可倒好，他骂人家是狗。哎呦，他骂人家是狗啊！他。小红公公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公公，事情到了这步，已经跟您没关系了。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呀？他们参的人是我。哎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！哎，这么早出门啊？你不比我早，是为了等你。吃点，早上不能饿着。简书司的事儿现在越闹越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老二和北齐走私的线索断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有人提醒我面对的不是事儿，而是人。嘿嘿，放心，这儿没别人。
这跟简书司有什么关系？老二跟北齐走私是为了银子，银子不花就是废铁。你觉得他挣的这些钱能花在哪儿？偷养兵马，还有呢？收买官员，培植嫡系。你借简书司入手，其实查的是贪污受贿。京都之内，我自己能查，但老二的门下不只有京都官员，要查京都之外，我们一处不如你们四处。可以，京都之外，我来查。这就答应帮我了？不是为了你，知道，为了庆国。哎，手下有没有合用的人，借来用用？你掌管四处，还用借人？四处主办是家父，并不是我。有什么区别？我不想监察院也来子承父业那一套，为国效忠，岂能公私不分？小范大人，严公子，老高，嘿嘿，这段时间啊，帮着小严公子做点事儿。是。听小严公子吩咐。高达，我记得你隶属虎卫。是，但从今日起，我们这批人就在小范大人麾下行走了。虎卫隶属禁军，只遵皇命。是啊，正要用人的时候，就把高达送来了。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陛下究竟在想什么。天危难测，谁说不是呢？来，你这就走了？你怎么不走啊？哎，这钱你还没付呢，这也得我来。小严大人来之前啊，小范大人说了啊，这包子铺啊改包场了。这包场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啊。大概就是这馅儿啊，这面呢，这火呀，这水呀，都算作成本了。哎，老高啊，让兵士们啊把剩下的包子都给包圆了。好，这馅儿呢，我拿回我们家去，晚上给我家爸爸汆个碗子。哎呀，这个馅儿香啊！哎呀，这肉好啊！老爷，我听说这几日督察院参犯嫌的折子可越来越多了。有这回事儿。都这会儿了，你还不知道急呀？听说督察院的御史如今都天天骂娘了。何止骂娘，连祖宗都带上了。御史不都是读书人吗？读书人也是人，逼急了也跳江。您这话可有点损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然送点礼？哎呀，没用。督察院御史最要的就是脸面。先不说那幅盈盈狂飞的字，这几日无数弹劾，范闲一道自辩者都没上过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完全不把督察院当人看。哎呀，这蹬鼻子上脸的屈辱，督察院怎么能忍？读书人都这么小心眼儿啊？老爷不在，你也是好好的招惹他们干什么呀？要不然我进宫一趟，皇后那边探探口风，让你找个机会给督察院道个歉。不对，你不是柳姨娘，柳姨娘才不操心我这破事儿。您呢？确实受宠若惊。死折腾。死折没事儿。
如何？前后看了，便也发现北齐边军调动了。看来身边就剩这些手下了，准备动手。除了犯死者，一个活口都别留。记住啊，咱们是北齐锦衣卫，与庆国无关。死者离京那会儿，你不挺有条理吗？怎么现在自己任性起来了？这么多弹劾的折子，你好歹上个自辩者，不能听之任之。好了，范闲不是死者，他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怎么这也能数落上死者呀？姨娘说的没错，督察院那边的弹劾确实应该有个回应。怎么回？回头就知道了。哎呦，今儿肉不少啊！是啊，香啊，真不错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真不错，真好吃。是啊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个肉它可不是别人孝敬的啊，这个是咱们监察院医术自己花钱买的，这名正言顺。那给您弄点。不用，大伙好好吃啊，吃饱了好当差。什么东西？听着，这什么了不起？不用跪，膝盖硬点。是。几天没来，医处还好吗？托提司大人洪福，一切正常，都是井然有序。大伙儿私下怎么说我啊？自然是对大人敬仰有加呀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猜猜。刚来医处的第一天，说的冠冕堂皇，结果当天就收了戴公公3000两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要钱不要脸，是这么说的吧？绝无此事啊！你就吃这个，让大人见笑了。医处今天不是炖肉吗？我就对付一口，手头有许多没做完的事情。听说医处炖肉的钱是从官账上出的，自然。大人训诫之后，谁还敢下手礼呀？那这肉钱是哪儿来的？哎，不是大人说的从账上出的吗？医处的账我看了，这几日有出入，多了50两，所以从中取出一些银子炖个肉。也算是慰劳一下同僚们，这些你都知道吧？我知道。这50两是从哪儿多出来的？处理杂物繁多，不过是区区50两，无伤大雅的事情。那天在检书司，王启年塞给你的银票是多少钱？回大人，50两。你把这钱记在医处官账上啊？属下本来就欠处里的银钱，所以就还上了。欠账，有凭证吗？这几日我看了你的文档啊，邓子越，
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云梦鱼，你是一条也没拿过。大人，属下是不爱吃鱼呀。哦，既不爱吃鱼，也不爱吃肉，是吗？医术今日炖肉，可以说是用的你的钱。你自己在这儿啃这个，怎么着？嫌这钱脏？属下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可不只是鱼肉，山珍海味，天天翻新，处理从良，人人有份儿，只有你不要。除此之外，京都各部送来的各种名贵礼物，什么玛瑙、麻将、白玉头子，你是一概不收。邓子月，你很廉洁吗？啊，你了不起呀！但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你这么廉洁，你怎么不上报呢？属下知罪。你别着急跪啊！我是在问你的罪吗？我问你为什么不上报？大人，官场嘛，就是为人，真的没有必要得罪人，是吧？是吗？这是现在的你，曾经的邓子月可不是这样的。当年的邓子月慷慨激昂，院里边有谁欺上瞒下、谋取私利，都被你指着鼻子骂过，甚至包括你的直属上司。惭愧，惭愧了，属下当时愚钝嘛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骂了，改成跪了？回大人，我当时不谙世事，行事张狂，属下现在懂事了。你懂什么了？属下懂得，做官不可特立独行，该当与光同尘的。与光同尘呐，那鱼你就应该拿呀！与光同尘，啊，衣服都穿不起了是吗？邓子月，定州寒门出身，曾在边军养马。当年边军有都尉假造账册，贱买马料为名，骗取官银。是你在重重包围中杀出条血路，将罪证送到监察院。院长念你孤勇刚直，特许入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想到大人连这都查了。你家境贫寒，年少时也曾立誓，才可以缺，志不能穷。当年在定州一身鲜血杀进监察院大门，要求伸张国法的样子，还记得吗？回大人话，记得啊，记得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那时候很蠢呢？之前多补功，一血因雷霆，蠢就蠢了嘛，大人。好一个蠢就蠢了。邓子宇，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？腰也弯了，膝盖也软了。不知当年的你看到现在的邓子月，会不会大哭一场啊？大人，做官嘛，人情世故嘛，大人，是吧？我知道，曾经你有机会可以升任副主办，结果就因为仗义直言，一降再降，最后被贬成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主簿。这么多年，所以你服软了？不，早都服了。那你软就软的彻底一点啊，邓子月！不是与光同尘吗？都已经这样，50两银子有什么可值得上报的？送到门口的礼物有什么不能拿的？既然这样，还守那点规矩干什么？你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，还是想别人夸你有气节？我问你话呢！
我这个样子早就没气节了。我当子越只求一个独善其身嘛。啊，独善其身就好了嘛。那咱俩差不多。说实话，我求的也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。我要是看见看不惯的，我就不太想忍；跟我有仇的，我就得报。我这脾气，在京都混到这地位，凭什么呀？啊，就凭大人智谋深远，远非常人所能及。跟这关系不大。那就是大人，文采惊世骇俗，那更扯远了。哎呦，大人，属下还真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有人罩着。我这脾气，要是没有长辈们罩着，在京都活不过3天，对吗？做好人守底线，最好先有个靠山。邓子越，你有吗？属下没有。现在你有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你可以试着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，试着把底线往上再提一提，别怕闯祸，我跟你斗着。我知道你现在不能全信我，不急，咱们看人不看他说什么，看他怎么做。走吧。先办事儿。大人，办什么事？替我写个折子，自辩者以一处的名义送上去。大人，我写不合适吧？我字不好。是。不用研墨，直接写。啊，大人，这一点残墨只够写几个字的呀？够。范闲的自辩者入宫了，是。看来是撑不住了。其实已经晚了，此刻督察院那帮御史群情激愤，这自辩者写的妙笔生花也不一定能够收场。没有妙笔生花，一共才8个字。哪8个字？范闲自辩者，奸臣当道，何罪之有？奸臣当道，何罪之有？这庆国立国以来，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自辩者。不光是庆国，有史以来这也是独一份了。我本以为淫淫狂吠把御史们得罪到头，是我错了。这折子呀，才是登峰造极。可这把人当狗骂，不是更恶毒些吗？殿下，把人当狗骂，虽说气愤，不过就是骂街。可御史求名，奸臣当道这4个字儿，是在毁督察院的根基呀。昔日太甚！这字写的不错，是他写的吗？应该是监察院一处代笔。我说呢，是先啊，丢人呐！督察院范闲，互不相让，那就殿前对质吧。
明日上朝，范闲和御史们殿前对峙，旨意已经传下来。精彩！明日这热闹一定要亲自瞧。说起来，范闲入京都以来还从未上过大典，明天这是头一遭。头一遭就是决战，未来可期呀。说不定就被御史给斗倒了。难说。反正咱们安心观战，看个热闹。那是自然。毕安，在。抱月楼的卷宗准备好，明日我带上殿。殿下这是要帮着督察院裁死范闲？有备无患。这扫的时间不短了。他是在平复心情。明天范闲好歹第一天上朝，真要闹得不可开交，老爷您照看着点儿。我管的是户部，他与督察院的纠葛，我不好介入。管他什么部呢？你们都姓范，督察院那么多人，范闲就一个，这怎么斗呀？你不明白，明天上殿我不好开口，不然的话，反而对他不利。司职能不能回来，全靠他了。他可千万不能出事。放心吧，若真有生死之危，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护住他。你对范闲是真好，对死者也一样。那对自己的老命也好点呗。我要是一直看不见你，你就一直站在上面。怎么不让下人动手？自己有手有脚，不麻烦别人。院长让我转告，你让严冰云查的结果已经到了院长手上，请小范大人明日安心上殿。替我谢谢小燕。小范大人，请问武主武大人回京了吗？这也是院长让你问的。我自己想问。我不知道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站着呀？等你啊！啊，专门来看我笑话。你何必呢？没懂。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跟御史为敌吗？这些文人言客，你跟他们比，赢了没好处，输了万劫不复。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？没准过一会儿我们就化敌为友了呢。那我就把脑袋拿下来给你当球体。太子不必如此客气。总之一会儿多加小心，实在不行先退一步，我帮你求情。那倒不必，不过我确实有一事相求。说说。太子殿下也知道，今日是我首次上朝，对于这些什么礼仪啊、规矩啊，完全不懂，得找个人教教。哎，辛大人，正找您呢。是吗？哦，辛大人，此事必须得再跟您说说。秦雄，哎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太子殿下，范大人，哎呀，你说我刚才怎么回事啊？
怎么就没瞧见二位呢？你陪范闲入殿。礼仪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多指点。啊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哥，好走一阵。新大人，范大人，怎么不找我喝酒啊？公事繁忙啊。新大人辛苦。要是实在太累了呀，可以告病休假几天嘛。哎，有道理。就是说的太晚了，殿下都走了。那几个人怎么一直盯着咱们这边啊？那几位啊，就是督察院御史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那他们怎么一直瞪着你啊？你跟他们有仇？哎，这还俩这。范大人，问您说实话，现如今谁跟您站一块儿，谁跟他们那几位有仇，谁跟他们不共戴天？新大人放心，一会儿到了殿上啊，您安心看戏就行，千万不要随我说话，克制，克制，再克制。我尽力啊。这个，范大人，我多句嘴啊。这个督察院御史啊，憋了这些天的怒气呀，要放大？什么？没事，你继续。啊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呀。所以呀，您啊得小心应对。巧了，什么？我也没打算善罢甘休啊。新大人，你说，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的？恐怕都是。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？走吧，上殿。范大人，您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走啊，各位同僚，走好。范大人，陛下没到。哎，你看没？你看这一片没？都是文官站的地方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您呢就站那儿去，站那儿。哎，我呢站那儿。你先过去啊。这不还没来呢吗？聊会儿。聊会儿你早上吃的什么呀？啊，西市那肉饼不错。哎，我瞧着这好像也不是最大那个店吧？还需等陛下。没错。陛下呀，嫌那个正殿啊太大了，人呢又站不满，说话又听不清，所以上朝呢就换这儿啊。原来如此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哎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陛下给赐的罪。拜托太子都站着呢，他谁呀？枢密正使秦业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陛下给赐的罪。拜托太子都站着呢，他谁呀？枢密正使秦业秦老将军。枢密正使啊，军方第一人。可不，咱们秦国所有的兵将都归秦老将军调遣。
没穿盔甲？用不着，这不上朝呢吗？哎，那另外这把空的椅子后头又是哪位啊？啊，别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不重要。睡了，都看着呢。啊，林相来了，我没睡，醒着呢。我们家世伯这么威风吗？百万之寿啊！范大人，我这是我的位置，我就站这儿了。您的位置在那儿呢，您站那儿去，我就不陪您了啊。哎，龙椅呢？啥？怎么不是龙椅啊？这帅我吗？陛下嫌这个龙椅啊硌得慌，就给换了。我这么任性？哎呀，小点事儿。陛下说了啊，什么椅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看谁坐上去。陛下这话说的有点道理。陛下的话都有道理。哎，所以说起来，这殿上除了陛下以外，能坐的只有这2位。3位啊，这不是2把椅子吗？确实是3位。是在等我吗？你们闹的哪一出？此话怎讲？范闲的思辨哲是不是你教他的？孩子自己的主意，你就没煽风点火？真没。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。你也知道，待会儿殿上我的身份不好开口，可督察院那边怨气又重，你等会儿护着点儿。怎么不说话？没法说，一句话都不行。你少来这套！大家使劲。这秦老将军一直这样？哎，咱别拿老将军打趣行吗？我不就问问他吗？这也不行。范闲，是我，您是？我读过你的诗集，也欣赏你的文采。不是我写的。我知道，仙人入梦，传你诗文。也不是什么仙人，是另一个时代。读书人应该知道克明俊德，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呀？不管你身后有何依仗，不管你的文采有何经验，我今必正国法，扫除奸佞。阁下是？这位便是左都御史赖明成。殿下，赖大人是督察院第一名士，人品学识都令人钦佩。
赖大人，留着点力气，太合适。殿下见笑了，孰忠孰奸，一会儿便见分晓。哎，人品没问题，就是不懂得变通，要不然怎么会一直坐镇督察院？哎，今日打算如何应对啊？臣是老实人，自然老实应对。老实人，老实人好。哎，拜见太子殿下。二哥，切莫客气，太客气了，容易伤了情分。殿下这话说的我心里暖洋洋的。别烫着就行。这句话又凉了，凉这么快吗？与太子共勉。陈院长怎么还没到啊？我还就不信这邪了。身体不如年轻时候了吧？连我这半个人都推不上。你快拉倒吧！你是往里面藏什么东西了？这么沉？绝世神兵。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个人帮一把。你等等。不用了，先撤。院长，殿下也来了，来吧。第一次见面，你挡我坐骑，怎么还翻上旧账？之前知道你胆大，没想到这么大，一个人对上整个督察院，硬气。殿下也是来看热闹的？这还用问？大哥，大哥，您怎么一头汗啊？待会儿可别动手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疯子。什么情况？陛下马上就到了，麻烦大人，你赶紧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，记着千万别乱动啊！哎，这一共敲几声啊？哎，行，诸位，督察院的事儿都知道了吧？范闲的自辩者你们都看了吗？没看。好好看清楚。都看清喽。赖明成，臣在。你参的什么呀？探邪律郎范闲，收受贿赂，骄横枉法。范闲，臣在。你认罪吗？臣无罪可认。所谓收受贿赂、骄横枉法，臣不知从何说起。赖明成，
检书司贿赂监察院一处，范闲当众受贿，人证众多，绝无虚假。认吗？哪有受贿？臣冤枉。范闲，人证证词皆在此，你还抵赖？确实没有，这怎么承认呢？陛下，臣恳请人证。不用这么麻烦。检书司谁塞的钱呢？戴公公。传。传戴公公。传戴公公。传戴公公。陈明明。臣在。范闲是你监察院的人，你该如何交代？监察院也是陛下的臣子，国法当前，绝不徇私。那你看范闲像不像一个贪赃枉法之臣呢？像。不瞒陛下，臣主持监察院以来，看谁都像是不法之徒。这说的什么话？看谁都像，确是如此。让朕来看看。你看林相像吗？更像。林相怎么会是不法之徒啊？陈院长，好眼光。老丫鬟话，您多担待。林相。陈院长，不过跟你开了个玩笑。臣喜欢玩笑。你们俩都跟范闲太亲近了，说话不算数。金将军，臣在。你觉得范闲像贪赃枉法之臣吗？陛下，臣只知道带兵打仗，别的一概不懂。不过，臣觉得他不像。为什么？范闲出使北齐，在北齐王城升我大庆战旗，就连我们这些当兵的看着都觉着过瘾。确实，没错，我也听说了。这样的风华少年，不像是坏人。多谢秦老将军。我也就是实话实说。听说你小子勾搭北齐圣女，长脸。秦老将军，这些可都是谣传呐！也可能有啊。师傅，真不是。我就是胡说八道，您别往心里去呀。了然。我鞋掉了，让我穿上鞋再上殿吧。
前失仪，诸位也会受到牵连。老奴拜见陛下。戴明成，戴公公，请看，此为证词，监察院一处查封了检书司。戴公公当即赶到，塞给范闲3000两银票。戴公公，此事认吗？不是这塞银票有当众塞的吗？听着就不合情理，是吧？他封了信，封了怎么知道塞的是银票啊？范闲直接拆了，他不仅拆了，而且还报了数额。此事，在场之人皆亲眼所见。收钱收到了这种地步，可见范闲的气焰何其嚣张！看我干什么呀？问你呢？回话。戴公公，铁证如山，你要想清楚。戴公公，木货不就是3000两吗？检书司隶属后宫，这点罪名动不了你。3000两，3000两只是冰山一角。陛下，我督察院近日上下尽心细查，也是检书司作恶多端，轻易就查到了罪证。据查，历年来检书司压榨菜农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就是这位戴公公，他在城外的私宅就不止1、2处，他还利用菜价设下圈套，好些菜农被逼至卖儿育女，甚至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进了青楼。如此恶行，天怒人怨，百姓私下里称检书司为血肉司。呸！赖御史倒是慷慨陈词，只是不知这罪证可否扎实啊？证据确凿，请陛下过目。赖御史，林相，我大庆法度森严，刑部、大理寺乃至府衙各掌其职，就算臣子枉法，也该按律彻查，哪有将罪证递到陛下眼前的道理呀？林相，你的意思是朕不该看这个折子是吗？陛下万圣之君，没什么看不得，只是臣领6部，有违陛下分忧之责。若烦劳陛下，长此以往，只怕6部懈怠，法令不彰。有道理，朕不该看。林相错了。第一，检书司隶属后宫，自当盛裁；第二，我督察院有弹劾百官之责，将罪证呈于陛下，不算逾越。还有第三吧？这第三，6部皆由林相辖制。检书司一案，我参了范闲。众所周知，范闲将是林相的女婿。林相
理应避嫌才是。赖御史怕我徇私？人皆有私。丞相清正刚直，要说徇私，朕第一个不信。我是第二个。陛下，赖御史言之有理，简书司一案，该由陛下圣裁。不可信得过你哦。臣不太敢相信自己了。任明成，臣在。给他自己看看。老奴错了，陛下开恩的，老奴愿倾家荡产，将功补过。陛下，他认罪了。灰飞烟灭。押此剑。陛下开恩的，陛下开恩的，开恩的，陛下啊！范大人，眼见如此下场，你有何感想？这个姓戴的真不是个东西。赖御史为民除害，百姓会记住你的。到了这一步，你可认罪？我何罪之有啊？你敢说那3000两你没拿？那倒是拿了，这就是认了。哎，等等，赖御史的意思是说，这3000两我拿了，就是受贿？你敢说不是？赖御史啊，你怎敢诬陷皇子啊？你胡说什么？那天在检书司，我是不是当众收的银票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能把铁证坐实。那我问你，殿下是不是也在？殿下也在。殿下是在的。我若有违国法，那事情过去这么多天，殿下因何不参我？赖御史说我收受贿赂，殿下却视若无睹，岂不是殿下与我同流合污了？这构陷皇子，其心可诛。殿下怎么不参呢？儿臣当日的确是在检书司。你看到他拿钱了？看见了，正如赖御史所言，收这3000两与国法不容，儿臣本该参范闲一本。那怎么没参呢？因为我相信你。范闲才华经世，入京都不久便有了诗仙之名，更是身担监察院重任，可谓是前途似锦。儿臣想来想去又不觉得这样的人会为了3000两自毁前程。如若他私下如此，儿臣知道了必定参他一本。可他当众收钱，就有些匪夷所思了。儿臣以为他定是另有所图，因此也就试着再等等，再看看。说得好，殿下方才所说的，正是我想说的。那也许你以为3000两数目太小，就铤而走险呢？荒谬！京都百姓一年存银未必能有数十两，3000两的银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无法想象的巨款。我等在朝为官，当守国法、体民情。赖御史此般言辞，真叫人心寒。那可是这3000两你收了呀？是啊，你真的拿了？对呀，赖御史钓过鱼吗？没有鱼饵，鱼会上钩吗？你故意收贿赂，是让检书司上钩。实不相瞒，
简书司种种恶行，我也早就看在眼里。为国除奸这想法与赖御史不谋而合，心有灵犀，说的就是咱们俩。你们看，范大人真是巧舌如簧啊！事实就是如此啊。那你说你也在查简书司，可有实证？3000两银票一拿到，就转交给陈院长了。要查简书司的想法，也和院长说过。当真？当真。这不就成了个误会了吗？本来就是个误会。陈院长，不是不信你的话，我只是想再多问一句。范大人，既然你说是误会，当初我等众卿在参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在自辩折上把事情解释清楚？赖大人，哪敢在那上面解释啊？为什么？一个小小的简书司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？这朝堂之上贪腐之辈，可不是一个两个。你也怀疑我们督察院？不只是督察院，下至百官，上至皇亲，我呀，谁都不敢信。既然是查贪，那3000两银票收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至今不见下文？要不是我们督察院，恐怕简书司到现在还会安然无恙。是我犹豫了。犹豫什么？查贪是应该的，但问题是能查多久，敢查多深？怕了？不是怕，是担忧。清正吏治是我等为官的根本，我们既受皇恩，怎敢姑息此身？赖御史这话代表自己，还是整个督察院？我督察院上下皆以报国为己任。你们监察院不敢查的，我们督察院敢查；你们监察院害怕的，我们督察院不怕。好气魄，佩服！你听听，你听听，陈明明，老臣惭愧呀。这些年来，监察院确实有所懈怠，你要给朕一个交代。陛下，这段时间，各路府衙查出了一些贪官，有些牵扯狡猾。本来想放一放，今日看来，如此责任，应该交到督察院手中。那陈院长这名册是早就准备好的，凑巧，赶在今日，就等着这一刻了。督察院若不愿意接，我们监察院也不强送。贪官已经查出来了，剩下的事儿监察院把它办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怎么还把差事往外送啊？所以说牵扯极广。监察院也是怕了吧？怕倒不怕，只是费时费力。有些官员不在京都，却跟京都往来甚密，甚至和朝内的皇府都有牵连。这个案子如果细查下去的话，旷日持久。监察院诸事繁忙，没那么大精力。秦将军既然问到这儿，是不是要看看这？哎，别！本人不识字，也看不懂，不看。林香，
敢接？陛下，这名册我督察院愿接。为国解忧，岂能退缩？忠勇有加，你还是看清楚再说吧。陛下，臣忍不住有话说。启禀陛下，赖御史一腔忠肝义胆，叫人心折。只是此事若真与皇子牵连，只怕赖御史撑不住这重担呐。有国法在，有何撑不住？查明真相，是还皇室清白。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，还请赖御史顾惜自身，切莫冲动。陛下，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，我督察院也要彻查到底。天降御史，不畏宗亲，为我庆国铲除奸佞，清正吏治，此乃庆国之福啊！天降御史，庆国之福啊！陛下，赖御史真乃国之干臣，臣愿收回送给督察院那幅字。你想收回来就收回来吗？臣向督察院低头认错。哎，范闲，在你的思辩者里写着现在奸臣当道，朕想问问你，你指的是谁呀？自然是天下的贪官污吏，绝不是督察院诸位御史。赖明成，臣在。好好办差。陛下，臣愿还我庆国一片云散天晴。朕很期待。我来扶世伯，也没这么老。世伯的官威，非常人所能及啊！想借刀杀人？啥？想借督察院彻查老二？终究是瞒不过世伯。是陈萍萍教你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赖明成确实是把好刀，只是我确实有几点不解，想请教世伯。方才殿上站出来那几位，并非是我事先的安排。若不是他们在那儿添柴拱火，效果也不至于这么好。想知道他们是谁的人吗？是您的安排。可是您怎么事先知道我要针对老二呢？这么多年的相位，倒也没有白做。这几位站出来，不会牵连到世伯吧？谁说那几个是我的人？不是。那是谁的门下？二哥，二哥怎么办先？太子有何吩咐啊？今日这朝堂可真是热闹，二哥觉得呢？赖御史够硬气。这么多年，这督察院都可有可无的，这些御史也都憋坏了。要不然也不肯接着查贪的差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查贪终归是好事，只要不是私怨，就是好事。私怨从何说起？莫非今日这贪官名册，二哥猜出来都有谁了？不知道。
还是应当自省其身啊。咱们做皇子的，应该注意那些走得近的官员，不能丢了皇室的颜面。你说是吧，二哥？太子这话可真讲究。我也是刚刚有感而发罢了。你看刚刚跳出来那几个说天降御史的，个个慷慨激昂，为官者态度如此鲜明，实属少见啊。这说明什么呀？查贪是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。怎么了？佩服。何以见得？对着厨子摔碗，太子这手段犀利。什么厨子？太子教诲，臣定当谨记，一刻也不敢忘。殿下，啊，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得帮着赖御史一些？咱们什么意思啊？殿下，我等隶属太子麾下，自当尽心竭力。等等。督察院那几个一根筋，非要自己办，咱们看戏不就好了吗？为何要亲自下场啊？看什么？那几位，不是殿下您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你说哪几位啊？煽风点火啊，夸天降御史那几位啊？怎么就我的意思了呢？他们不都是太子门下吗？不，什么叫我门下呀？一直都是啊。那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就对了，啊，这个投效太子者众多，就是这几位吧，职业清闲啊，没大用处。应该还没有机会和殿下见面。那几个真是我门下？千真万确啊！他们为何跳出来？不是您安排的吗？我安排个鬼呀！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跳出来啊？怪不得又是厨子又是碗啊！厨子？什么厨子？简书司的。太子门下。听您的调令，倒也不难。师伯厉害，没你厉害。回来这么多天了，也不去看婉儿爷。怎么，北齐圣女不让你去？师伯，传闻可不能信啊！我跟那圣女，我跟婉儿，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。别跟我说。跟婉儿解释去。不是我不想去见婉儿，实在是回京之后诸事繁身，一刻也脱不开身啊。要不是借口，师伯，确实有难言之隐，与北齐圣女无关。她也是在等你呢。那我晚上就去看她。晚上？不是晚上，白天一有时间就去。我还在抓紧上去。吓我一跳，您这身子骨可比我硬朗。世事难料啊。范闲这么能折腾，是不是你教的？不是，是他自己琢磨的。论他的年纪这般年轻，能有这心思也不错。自从范闲进入京都，没让人失望。你的腿没事吧？
站久了腿酸，没事，没关系。以后在殿上专门给你设个座。千万别，臣受不住。范闲进范家祠堂啊，不进也好，就他的性子，先别拜了。进不进祠堂也不要紧，还是姓范。至于闯祸嘛，臣多教他；真惹了事儿，臣给他担着。陛下，你看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也就是陛下能体谅的。朕够体谅你们吧？可是谁体谅朕呢？陛下这意思是，范闲跟老二在殿上闹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连劝劝都没有，为什么？说他走私，可什么实证也没查着，转头又去查贪腐，你们来回帮腔，是查贪腐吗？你们这是在查朕的儿子，真以为我一点亲情都不念吗？我可一句话都没说，都是陈琳琳帮腔。陛下，老臣觉得，如果这个争端起了之后，不如把它闹大。他是朕的儿子，他也是庆国的皇子。陛下，二殿下从小聪慧，经营多年，现在羽翼已丰，他本人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他身边有很多心怀叵测之人，应该清扫一下。哼，清扫。你们这是想清扫朕的儿子？能帮陛下清理门户的只有范闲，怕就怕鸟尽弓藏。不会的，范闲聪慧，只会把别人当刀使。今日朝上你也瞧见了，太子门下煽风点火，这种争斗，范闲就不该牵扯进去。不是太子，明明是太子门下。不是太子，太子门下不是太子指使，还能是谁？庆国国法森严，朕与有容焉。什么意思？今天在朝上有一句话，陛下很不高兴。哪一句？陛下万圣之君，没什么看不得，只是臣领6部，有为陛下分忧之责。若烦劳陛下，长此以往，只怕6部懈怠，法令不彰。这话没错。怂恿太子门下的是凌相，他想挑起皇子之争，可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也是想再看一看庆国未来之王是谁。这眼光未免放得太远了。不光是眼光吧，是手伸得太长。殿上那份贪官名册，真是监察院查出来的？这还能有假？我猜，那名单上的人，不是监察院主动想查，
而是小范大人提纲挈领，亲自选出来的。殿下真聪明。认了。为何不认？为国除奸不分你我，我个人的些许努力也不过是监察院荣誉的一部分。那名单上的都是我门下，你这也太会挑了。您门下？殿下恕罪，您也知道，我在京都时日不长。我斗胆问一句，这6部9司各道府衙，您个人门下，究竟算是隶属哪个部门？什么编制啊？私人交往，只是朋友。那就没事。殿下放心，交友不慎，不违国法。那我可太欣慰了。殿下以后注意。我马车在前面，陪我走一段。没问题。走路嘛，也不违法。凭良心说啊，自打你来到京都，我对你一直是欣赏有加，乃至掏心掏肺。凭什么？那俩字儿没听清楚。哪怕到如今这步田地，我依然能再退一步。名册上那些，查就查了。我希望呢，到此为止。做人嘛，别太过分。殿下这句“别太过分”可就太过分了。怎么查查到哪儿那是国法，可不能讨价还价。不信你去问问督察院那些御史。我人往死了逼，又没犯法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怕死。你可真勇敢。京都城内谁都会死，但不是我。殿下慎言，老活着不死的，可都长了壳。小范大人如今自然是意气风发，遵纪守法，自然活得踏实。就是在京都待的时间不长，有时候待久了，人脉总会多些。殿下说的对啊，来得晚，没人脉。不过好在范某总有些职务在身，怎么看也不是孤身一人。我知道你送范死者北上，殿下什么都知道。你也太狠心，天寒地冻的，怎么忍心送自家弟弟去北齐受苦？我这个人心软，见不得兄弟离散，因此就派人跟了过去。算算时间，这会儿也该把人接回来了。殿下重感情，要是交朋友再小心些，就完美了。我马车在前面，你呢就别送了，等死者回来再聚。好走，来日方长。死者少爷要是真被他们抓回来，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。
帝安，在。你说的没错。什么？是得有个回应，不能示弱。该怎么做？听说抱月楼出了命案。暴露？没有啊。这不才听说吗？属下明白了。照名册查下来啊，京都之内钱财有问题的官吏，着实不少啊。都是蠹虫，全都该杀！真查吗？现在看这一串查下来，多少都与二殿下有所往来。皇子而已。身为御史，就该有连陛下也敢参的气魄。查，往深里查，要让陛下看看，不光是他们监察院会做事情。出命案了！出命案了！出命案了！哪里？上看青楼，叫抱月楼，有人在门口打死了楼内的一名歌妓。那是清都府的事，与我们无关。抱月楼的管事不见了，但是留了一封信给京都府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思哲。范思哲，范建的儿子，范闲的弟弟。范家开青楼，据说是逼良为娼。那个歌妓，她的死或许就跟这有关系。京都府查了吗？不只是京都府，范闲也亲自去了。范闲，他这是要干扰京都府办案呐。大人，这人就是被活活打死的，周围很多人都看见了，仵作正往这儿赶呢，死因应该不会有偏差。还有，圆梦不见了，京都府正在查。大人，大人，那个圆梦留了封信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就是范思哲，而且楼里边逼良为娼，时常打骂。这个信一样的，还给京都府送了一份。死者是谁？是楼里的歌妓。这是金家姑娘，她怎么还在抱月楼？我不是给她卖身契让她回家吗？大人，但凡这姑娘进了这种地方，她一辈子都要打上青楼的烙印。再说老金头已经没了，这姑娘她哪儿还有家呀？凶手，这是故意选的。大人，
目睹行凶过程的护院说，那3个人进了院内，未曾询问，也未曾拣选，只是第一眼看见这位金姑娘就动手了，直到活活打死也没问过她究竟是谁。这就是随便挑的。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死的是谁吧。就在那个地方。凶手呢？他们行凶之后就离开了，行踪我们正在追查。别让凶手出京东。大人放心，绝对不让这些凶手逃出升天。老王，我不是让人守住抱月楼，禁止有人进出吗？少了，大人。杀人者身手过人，他们就是想让这事儿跟您扯上关系，咱是防不胜防啊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人命就跟草芥一样，死的是谁都一样。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邓子越，全力追捕袁茂。是。